近段时间，美国频繁地在世界布局，从阿富汗撤军进行战略收缩，对伊朗让步缓和美伊关系，施压以色列停止军事行动。美国这一系列的操作，显然不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是集中精力来对付中俄这两个强大对手。据白宫官网消息称，美国总统拜登在最近的一次演讲中表示，由于中国和俄罗斯等国破坏了海上航行自由的原则，并正在加强对北极和南海的控制，所以美国必须要捍卫这两处航道的开放与安全。除了叫嚣要控制北极和南海航道，拜登还指责中国在南海扩大军事存在，也批评俄罗斯在北极海岸线建立了前哨。很明显，美国这次又是展现他们的强盗逻辑，明明自己总是打着航行自由的幌子，在中俄边境挑衅，如今该行为遭到了中俄的反击，就恶人先告状，声称中俄两国破坏规则。同时，拜登还强调美国海岸警卫队在维护规则时扮演的重要角色。对此，有专家分析称，这是美国在向中俄释放危险信号，甚至有不宣而战的味道。美国开始明确叫板中俄，要在北极和南海与两国进行对抗。有意思的是，就在拜登发表演讲要与中俄对抗的同一天，在地球的另外一面，中俄两国最高领导人通过视频连线，共同见证了中俄最大核能合作项目的正式开工。对此，有分析人士指出，这次中俄连线不仅具有经济意义，更有很大的政治意义。这意味着中俄联合对抗美国的姿态越来越明显。不仅如此，在美国拉拢盟友对中俄施压的同时，也促进了中俄更加密切的军事合作。据悉，在2019年7月和2020年12月，中俄两国军队在太平洋上空就进行了2次联合战略巡航。这一方面显示了中俄军事关系日益密切，另一方面也证实了美国及其亚太盟友。除此以外，前不久美日法澳4国在东海举行联合军演的时候，中国和俄罗斯军舰还共同现身，这无疑是中俄联手抗美的最好证明。最后，我们想说，随着美国及其盟友的极力围堵，中俄间的合作也将会越来越密切。在这样一种国际形势下，中俄会始终肩并肩站在一起，共同捍卫国际公平正义，而美国的霸权主义也注定会走向灭亡。美军高官向来喜欢叫嚣要与中国开战，甚至在中国周边海域的军演比在美国自己家里头军演的次数还多。所以有人说，美军就是一群好战的疯子。如今美军再次特意开了大场面，指名道姓的要针对中俄来场远距离的演习，很明显就是为战争做准备。据媒体报道，近日美军公布将在今年夏季举行近10年来最大规模的海军演习，将会有至少 2.5 万人参加，还会跨越17个时区，共计80多个单位协作参加，并且在其中还引入了针对中俄的新作战概念。而这次的假想敌虽然美军没有明说，但是美媒帮着说了，而且除了中俄也不做他想，这样浅显一看，美军战斗意味较浓。而且这次美军的动作还不简单。此前有美国专家表示，美军在和中国的对抗中，其中一个致命弱点就是后勤问题，这也是美军本土确实距离中国太遥远。而如今美国对盟友的掌控力度明显下降，不少人也更是自顾不暇，所以无法为美军提供更多的支持。所以这次美军跨越长达17个时区，从美国到欧洲，再到非洲、亚洲，最后在大西洋以及太平洋进行演习，这其中每路过一处，就会有一部分的美海军参与进去。这样一来，从美军不仅能把沿途的国家拉拢过去，还能再次向国际社会昭告，美国依然是美国，军事实力依然是一尊庞然大物。这样一来，美军在巴以冲突中丧失的威信力度很可能就会再次回升。为此，美军直接参与的单位有超过36个，远程参与的单位更是足足有50多个。从这一点来说，远程意味的信息。所以对于美军此次的演习，美军高层表示，这是将现实与虚拟结合参加的演习，将会超越从前所有的演习能达到的水平。从美媒的透露中得知，这次美军将会使用结合现代化信息技术的分布式海上作战，对抗环境中的近海作战、远程前进基地作战等新作战概念，并且将无人技术纳入其中。简单的来解释美军这次的演习，那就是把全球基地全部纳入这次演习，让其充分发挥分布式作战优势，不管是后勤还是整合信息等等都能发挥出巨大的作用，而且还同时使用更为先进的虚拟现实技术以及无人化元素来降低演习成本，为未来战争做准备。因此我们不能否认，未来战争将很可能会一个士兵都看不到。美军这次演习非常大胆，不成功便成仁。不过不得不说，这个思维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所以美军做的分布式虚拟信息技术、无人元素这3点都是完全可以学习的。而且针对来势汹汹的美国，中国更应该率先掌握技术，然后去破解，这样才能在未来战争中得到更多的主动权。
日前，英国伊丽莎白女王号航母离开港口，开始正式向印太部署的行程。而这一次远赴印太的行程，对于英国而言意义非凡。据悉，这是英国自马岛战争以后，英国皇家海军最大规模的一次海外部署行动。有人更是称之为这是日不落帝国残存的舰炮外交。尽管明面上大家都知道英国此举主要针对的对象是中国，但是在对话讲话中，英国却特别撇清掉这一点嫌疑，称相信国际海洋法，并且将以一种自信而非对抗的方式来证明。言外之意，英国此行不会同中国对抗。显然，这样的说法可笑至极。英国气势汹汹地手持利器来到中国周边，谁会认为这是一种友好姿态？不过值得注意的是，碍于中国如今的实力，英国想刷存在感，又怕刺激到中国。消息人士透露称，英国此次航行印太会避开中国的敏感海域，可见这样的一种航行也仅仅只是走走过场。与此同时，在英国航母前往印太向中国施压之际，英国国防大臣却发表了一系列耐人寻味的讲话。其表示俄罗斯是敌人，是头号威胁。其表示俄罗斯舰队在英国周边海域的活动增加，而事实上，近些年来，以美国为首的北约不断在地缘政治上挤压俄罗斯的生存空间。英国国防大臣在当下发表这样的讲话，不排除有向中国示好的意味。但是毫无疑问，这样的举动不仅不会安抚到中国，而且会激怒俄罗斯。更加令人意外的是，除了中俄以外，英国此次航行还惹上了印太的一个硬茬。对于英国的此次航行，印度也表示十分的关注。在印度人看来，英国此次的航行更多的是向印太国家展示英国的影响力以及军事力量，而印度国民对于英国这个不速之客也表示极其不欢迎。有网友表示，我希望这些船被摧毁。之所以印度网友会说出这么偏激的话，是因为两国的历史渊源。我们都知道，在历史上，印度被英国殖民了近200年，任何一个主权国家在面对这样的殖民史都不会感到开心，更何况是一向有着过于高涨民族主义情绪的印度。某种程度上来说，印度比中国更想出手教训英国。可以预见的是，英国的此番航行必将铩羽而归。但从目前的局势来看，英国这次航行就同时激怒了3个世界大国。更为重要的是，英国此次所谓的示威，在中国解放军强大军力面前，也只会烟消云散。就区域内的军事实力而言，中国手上可打的牌可比英国多了去了。多年前，时任美国国务卿鲍威尔在联合国上拿出一管粉末状试剂，指责伊拉克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借此对伊拉克发动战争，被人讥讽为洗衣粉事件。而现在历史正在重演，这一次对象变成了中国，一场对华舆论大战正在开启，多国正摩拳擦掌，试图扑上撕咬。最近，美国政策又开始炒作武汉实验室泄露的阴谋论攻击中国。美国总统拜登还称，要求美国情报部门继续调查新冠病毒起源，于90日内务必报告，并且敦促中国参与全面、透明、以证据为基础的国际调查，试图发起新一轮针对中国的病毒溯源调查。事实上，世卫组织早就公布在中国的溯源结论，即中国实验室泄露论极不可能。然而，美国一些人却视若无睹，说明他们在乎的根本不是真相，也没有兴趣科学溯源，而是借着疫情抹黑中国，甩锅推责。对此，我国外交部发言人赵立坚火力全开，反击美国舆论。德特里克堡基地疑云重重，美国还有200多个生物实验室散布全球，究竟藏着多少秘密？还有2019年7月，弗吉尼亚州北部出现不明原因呼吸系统疾病，威斯康星州大规模电子烟疾病又有什么隐情？美方欠国际社会一个交代。而美国企图用情报力量搞调查，其动机和目的一目了然。当年洗衣粉事件就是美国情报部门的杰作。曾担任中情局局长的蓬佩奥曾经说过，我们欺骗、偷窃，这是美国不断进取的荣耀。这样的情报部门有何公信力？而美国在煽动这种舆论战方面相当有经验和优势，而且这对一些抗议不利的政府是一个相当好的甩锅理由。最近，印度顶级知华派谢刚教授就妄称，新冠病毒是武汉病毒所泄露出来的生物武器，不仅要考虑双边战争，还要考虑这是一场使用生物武器的战争。从美国政客到印度这些所谓的专家，马上就会有欧洲、日本的科学家也要开始大范围造谣了。不仅是为了自身抗议不利甩锅，同时也是为了制裁甚至战争准备借口。可惜我们不是伊拉克，他们注定不会有好结果。对此，环球时报主编胡锡进最近一番言论恰逢其时。他表示，我们必须为中美一旦发生高烈度的摊牌做好准备，要不断快速提高核弹头和东风4-1这种远程高生存能力的战略导弹列装数量，多到让美国精英们移动与中国军事对抗的念头就瑟瑟发抖。
而在舆论方面，中国应开个好头。中国外交部在舆论上反反复复戳美国疑点重重的实验室，强调中国的溯源工作已经完成，后面该轮到疑点最重的美国和欧洲了。而科学界也需要积极联合其他国家组成调查团，主张去美国实验室进行调查才公平，主动出击才是最好的防守。